闺女，你怎么来了？妈给你拿了双新的。妈，我说了多少回，全县文化系统的人都在这儿，你在这摆摊是嫌我脸丢的不够大是不是？妈，不卖也行，这双是给你的，你上班走路多，费脚。我不需要。苏念，你这基层民俗采集的素材可太生动了，我迟早要调出这个破地方。调出去，你也不看看你的家庭条件，省城的门槛儿，你迈得过去吗？3年来，我跑遍全县12个乡镇路非遗，自费买设备，倒贴油钱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哟，借调通知下来了。手工纳的鞋垫儿10块钱一双，纯棉布。苏念，你说你一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，正儿八经搞民俗采集的，你妈在非遗项目的实景现场当众摆摊卖货，这要是被省里知道了，算不算借职务便利给亲属谋议啊？蒋瑶，我帮你分析呢。你猜省里领导看见你妈在庙会上吆喝的视频会怎么想？哦，苏念同志采集民俗，顺便给自己家拉生意，这视频我可一直存着呢。蒋瑶，我跟你拼的不是爹，是本事。你爸是副局长，全单位都知道。可这借调比的是这一年谁在干活，12个乡镇我一双脚跑遍了。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帮局长养办公室那盆快死的绿萝。你把你爸的关系用到顶，那也填不上你这1年的空白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苏念，你别嘴硬，让开。苏念，你妈在庙会上卖鞋带的视频我随时能发，你最好想清楚。喂，上货办吗？我是县文化馆蒋瑶，我们馆在对接清水村帮扶，对，农户李桂兰，核桃品质特别好，建议你们把它列入重点推广，成本价就行，不用跟他打招呼。家人们看着核桃仁饱满，正宗清水村老树核桃，农户李阿姨亲手种的。李桂兰，那不是庙会上卖鞋垫的吗？他妈，文化馆他的妈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家属靠扶贫直播卖货，这操作绝了。苏念穿的可是名牌，他妈在卖核桃，文化馆门槛这么低了吗？蒋瑶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苏念，我这是给乡亲们带货，你该谢谢我。你妈那核桃往年烂在树上都没人要，现在直播间3分钟卖了200斤，你该高兴才对。你少跟我扯扶贫！你把它推上直播，不就是为了让全单位、全系统看见我苏念的妈在农村卖核桃？蒋瑶，你拿我家里人当枪使。你昨天不是说你跟我拼的是本事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你一个农村户口出来的，拿什么跟我拼？你跑12个乡镇有什么用？你妈在庙会上吆喝那个素材都管用。蒋瑶，你记着，你今天怎么把我妈推上去的，我明天就怎么把你拉下来。苏念，直播还在放呢，你不去看看你妈是怎么对着镜头喊俺家核桃可香了的。清水村最快速度。闺女，你咋这么晚回？谁让你上直播的？谁让你跟全县人说你是我妈的？妈就是想多卖点钱给你攒嫁妆。上次你同事说那个直播能卖货，蒋瑶，他让你上的你就上，你知不知道他是我对头？你知不知道全县文化系统都看见你在那儿对着镜头喊俺家核桃？可核桃确实卖了200多斤，你上回说城里房租贵。别剪了！闺女，妈是不是又给你丢人了？苏念，你疯了吧？你大晚上跑回来就为了仙妈的竹棚？她今天播了4个小时，嗓子都劈了。她不该播。她是为谁播的？为你。你要调省城，妈天天念叨的多攒点钱给妮儿在省城租个好房子。你知不知道她今天对着镜头说了多少句俺闺女有出息？
我不是你闺女，你知不知道你毁了我一辈子？你在这儿卖核桃，你在那儿喊俺闺女，全系统都看见了。我苏念的妈是个农村卖货的，蒋瑶拿着你的截图在单位群里笑话我。我好不容易进了文化馆，我的档案上写的是清水村务农家庭，我拿什么跟人家拼？念儿，妈不播了，妈以后不给你丢人了。这不是桂兰家那闺女吗？你疯了！从今天起，我苏念跟清水村再没关系。我不是你妹，也不是她闺女，我是县文化馆的苏念，仅此而已。苏念，你先妈的主笔踹他的核桃，大半夜吼得哭了一宿还不够是吗？让开！让什么让？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是谁起早贪黑供你读书？是谁卖牛给你交学费？大勇，别说了，念啊，妈给你纳的，昨晚赶了一宿，你脚大，市面上的不合脚，我不需要。苏念，你出了这个村就别再回来。清水村古戏台建于清光绪年间，是目前我县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戏台。周组长，您亲自带队，我们太荣幸了。继续汇报吧。戏台的主体结构保存尚可，但屋顶漏雨严重，后台墙体已有倾斜，建议纳入今年省级修缮名录。苏念同志，您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？您本人就是清水村人啊。苏念同志对古戏台有天然的感情，这项目由他来负责，那可太合适了。我确实是清水村人，但我的专业能力跟我的出身无关。那个蒋瑶，先让苏念汇报完。别紧张嘛，我这是在帮你增加项目人情分。苏念，咱俩争一个借调名额，你该不会天真到以为我会让你轻轻松松赢吧？各位老师，下车注意脚下，村路不太好走，小心。谢谢。周组长客气了。大家请看，戏台的条檐是典型的晚清风格，榫卯结构保存相对完好，但后台墙面已经有明显的裂缝。苏念，你妈好像就在那边呢，要不要叫她过来合个影？毕竟也是基层民俗活态传承的一部分嘛。请大家移步后台看一下墙体结构。等一下，这个戏台是不是翻新过？是，95年翻的。周组长，这柱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继续吧。苏念，不走吗？我可提醒你，天黑前没车回县城了。你们先走，我拍几张补光素材。念儿啊，妈把这锁收起来了，不敢给你看。锁收起来了，不敢给你看。给你看了，你就知道你不是妈生的，你就会走。可你早晚还是要走的。又睡不着。那个村，那个戏台，我觉得我们的女儿就在那里。你每次下乡都这么说。不一样，我查了清水村的地名志，那个戏台最后一次大修是95年，那年夏天庙会一过，就有人捡了个女婴。你打个电话，就一个电话。
是我，帮我查一件事：清水村，25年前农历3月庙会过后，有没有人捡到过一个女婴？查清楚当时捡到孩子的人是谁，现在在哪儿？多久能有消息？最快明天。你先去睡。如果真是，明天就知道了。我的孩子。并列第一呢。苏念，你说最后那张署上的名字会是你还是我？苏念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苏念啊，你业务能力管理是肯定的，但是借调的政审环节，你家庭这块，蒋副局长今天早上专门打电话过问了。馆长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你档案上写的城关镇，可有人反映你家在清水村？我不是要追你的责任，但蒋副局长说了，基层政审要实事求是。清水村那户姓李的人家跟你的关系，你最好自己先理清楚。馆长，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，我的家庭背景跟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关系。我知道，但蒋瑶他爸在局里说一句话，比你交10份报告都管用。你自己想想，怎么把这个事儿圆过去？我明白了。同志，你们不能疯，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地。李桂兰是吧？县里来的通知，你这片核桃林涉嫌非法收买儿童涉案资产，暂时查封。什么非法收买？我妈什么时候非法收买了？谁是负责人？我是苏念，县文化馆的。这是我，这是李桂兰家，你们凭什么查封？你是她闺女？那就更彩礼说了，这户人家25年前涉嫌非法收买一名女婴，有人证，局里已经立案了。念儿，他们说的人证是村东头的刘婶儿，她就是眼红咱家核桃卖得好，妈没买你，妈是捡的，你信吗？李桂兰，请你配合调查，这封条要是撕了，后果你自负。念儿啊，妈没买你，你瞒了我什么？念儿，妈当时捡到你的时候，见那把锁上刻了个字儿，妈怕有人来带你走，妈就把它藏起来了。我问你锁藏哪儿了？灶台底下第3块砖下。念儿，你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念儿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今天实在绷不住了，想跟大家说一个藏在我心里很多年的事儿。我不是县城长大的，我从小被一个农村妇女养大的，她不让读书，把我当劳动力使。我从6岁开始就要打核桃、晒核桃，去集市上吆喝卖钱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他差点不让我去，说家里缺人手。你们知道吗？就因为这个，我连借调省城的机会都要被人卡，我被他偷走的人生，谁来还我？我不说了，我怕他看到。
死他！出来！你把人女儿藏了20多年，还有脸躲？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祠堂！你就是那窝主的儿子。妈是人贩子，儿子能好到哪儿去？我妈不是人贩子！你们把手机放下！再闹我报警了！报警？你报啊！正好让警察查查你们家当年怎么买的孩子。让开，让开！说，你是不是花了钱买的？装哑巴！别碰我妈！你们有种冲我来！直播间的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人贩子的下场。长风，结果出来了。25年，25年了，我的女儿找到了。通知律师团队，准备认亲仪式，把省城请柬全部发出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顾家的女儿回来了。各位，今天顾某宴请大家，只为了一件事儿。25年前，我与夫人丢失的爱女，今天回家了。念儿，告诉各位，你回来了。我叫苏念，25年前在庙会上被人抱走。感谢我的亲生父母，25年来从未放弃找我，一天都没有。至于那户把我养大的人家，他们隐瞒了我的身世，占用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在最该属于我的家庭之外流落了25年。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惩罚。顾某已委托律师团队全权处理此事，任何非法扣留藏匿儿童的行为，都将被法律严惩。妈，念儿，你回来了。婶子，您看看，苏小姐这边走正规程序，您签个字就行。念儿，妈没买你，妈是在庙会散场后，在戏台底下捡到你的。你哭的嗓子都哑了，身上烫得像火炭。说这些没意义了，你签吧。你的东西，妈给你留着。妈没喂过你一样东西。签了，看在你养我一场的份上，我不追究你。开车。你疯了？妈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病？心脏。那群人堵在祠堂门口砸他、拽他，往他头上砸鸡蛋。他在卫生院躺了2天，医生说得去县医院做检查，心脏有问题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跟你妈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，她的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苏念，那是救你一命还养了你20多年的人。放开！拿着，以后别来找我。苏念，你有没有心？你拿走，我陈大用不卖妹妹。从今天起，你是顾家的千金，
我是清水村的陈大勇，咱们两清。苏小姐，还走吗？走。喂，妈心梗了，卫生院救不了，要送县医院手术，医生说5万，我借遍了，只凑了1.8万。苏念，你救救他，你回来救救他。大晚上的，我上哪儿给你弄5万？苏念，你回来！你看看他行不行？你一眼就行，你回来。我回去干什么？陈大勇，你们当年要是没捡我，我现在过的就是这种日子。你给我打电话，你觉得公平吗？苏念，你怎么能忍心？家属，手术费交了没有？病人情况不太好，得尽快签字安排手术。护士，我先交1.8万行不行？剩下的我马上想办法。家属，这是心脏手术，材料费、麻醉费、手术费加一起得5万，你今天不交齐排不了台。我知道，我再打一个电话，再打一个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家属，决定了吗？再等一会儿，他可能没听见。苏念同志，恭喜你，你是这次考核综合排名第1，实至名归。谢谢领导。苏念，再拍一张。清水村那个姓陈的，昨天半夜送到县医院心梗，要做搭桥手术，5万块到现在还没凑齐，真的假的？他家不是有个女儿在文化馆上班吗？嗨，人家现在认了省城亲爹，谁还记得村里那个妈？苏念，顾董事长来了，在门口等你。念儿，妈带你去吃庆功饭。我闺女真争气。妈进手术室了。妈出来了，又推进去了。医生说情况不好。苏念，你回个电话行不行？妈喊你名字了。妈走了，没等到手术。妈，妈！这不是桂兰家那闺女吗？白眼狼回来了，你妈在祠堂停着呢，你还有脸来？我就是去上炷香。上香？你3岁时高烧昏迷，你妈背着你跑10里地，你连5万块手术费都不出。钱的事儿是我的错。你知不知道你妈走的时候喊的谁的名字？喊了一夜念儿，可你呢？电话关机，这回人没了，你跑来上香。你倒是躲呀！你装什么可怜？喂，是苏念吗？省公安厅刑侦支队，25年前拐卖儿童的团伙主犯已落网，他交代了当年的作案过程。我们需要你来一趟，配合核实情况。现在你在哪个位置？
我们可以派车去接你。我自己去。去哪儿？核桃不捡了。那天庙会人多得很，一个女的抱着个小丫头，在卖糖葫芦的摊子前头站着，我就趁她回头掏钱的功夫，一把抱走了那丫头。后来开面包车往山外跑，路窄，拐弯时翻进山沟了，车窗碎了。我爬出来一看，那丫头自己从破窗户里爬出去了，滚下山坡，天黑找不着。后来听人说，第二天早上在庙会戏台底下捡到一个女娃，发高烧，烧得浑身打摆子。苏念，你养母李桂兰第二天清晨在戏台底下发现你时，你高烧40度，昏迷不醒。她把你抱到卫生院，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，但交不起钱。她把你身上带着的那把银锁当场卖了。这是当年卫生院的收据存真，我们找到了。所以你养母不仅不是人贩子的同伙，她是把你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救命恩人。爸妈，你看完了吗？李桂兰于次日清晨在戏台底下发现女婴，女婴高烧昏迷，送卫生院抢救。李桂兰变卖女婴随身银锁支付医疗费，经查无任何买卖交易记录。李桂兰系救助行为，非拐卖或非法收买。以上事实由当年卫生院病历、收取存庄及邻村3名证人证言相互印证。结论：李桂兰为救助人，非加傲者。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把他的核桃林查封了，我们让律师去告他，我们救命恩人，我们把女儿的救命恩人逼死了，逼死了！爸妈，我想回清水村。他死了，我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进来，苏念，你来的正好，正想找你聊聊转正的事儿。这是我的辞职。你说什么？我辞职，省非遗中心的借调名额，我放弃。苏念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转正考核你排名第1，这个位置多少人抢破头？你这个时候辞职？主任，这些年您对我很好，但我在省城待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欠一个人一条命，我得回去还。苏念，你前途无量，你现在走了，可能这辈子再也回不了这个位置。那就回不了吧。念儿，你辞了。妈，那双鞋是李桂三给我捏的，我穿着它上了联讲台，穿着它是想穿着它进了省城，穿着它在这条路上走了3个月，现在鞋底磨薄了，我得回去了。让他走。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哥，我回来种树。哟，这不是桂兰养的那白眼狼吗？回来了。桂兰被你气死了，核桃林被你亲爹叫人砍了，你还回来干啥？我回来种树。种树，树能种活，人心种不活。大勇刚才过去了吧？他理你了没？不理就对了。造孽哟，好好一家子，散的散，走的走。哥，我
做了一双。妈的手艺，你学不会。那你教我行不行？明天早上，核桃龙东头那棵老树根还没清，你有力气过来帮忙。看好了，刀斜着下，别直劈，根散了土就松了。手往刀柄末端握，力臂长才使上劲儿。大勇，你订的那批核桃肥到了，县城仓库说今天不拉走就等下周。我去拉肥，你在这儿把剩下的根清完，别动别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下雨了不回去？明天要翻土，我想着今天把根清完。上车。哥，对不起。妈以前也这样，下雨天非要上山捡核桃，怎么拦都不听。刘师傅，细条顶上的瓦全换，漏雨的地方从里面补，柱子重新刷漆，后院围墙加固，这些钱够不够？够是够了，但你确定这笔钱在村里都够盖半间房了？确定。这边帮我清一块地出来。你要种什么？核桃树。你种的？这是我妈以前在这儿卖鞋垫儿。这原本是一棵老槐树，但它枯了，我换了一棵核桃树。念儿，妈不强迫你回去，你在这儿，妈就来看你。这是老屋的钥匙，我配了一把。你们要是来，不用提前说，屋里收拾过了，能住人。苏念，那个锁你带着吗？爸，核桃林秋天收果，你们要是有空来尝尝。苏念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把省城的借调辞了，从省非遗中心到清水村种核桃，从借调干部到乡下农户，你这人生剧本可真够反转的。我说，当初你费那么大劲儿改档案，又去开直播说你妈偷了你的人生，折腾了半天，自己不也回来了？你图什么呢？蒋瑶，你知道我妈的鞋垫为什么卖得好吗？鞋垫不值钱，10块钱一双，但她那一双要3天，线是自己染的，槐花染黄，气粗染红，板蓝根染蓝，每一根线都从清水村的山上采下来，她自己煮，自己揉，自己晒。你穿几千块的鞋，但我妈的鞋垫穿3年不塌底，你永远做不出来。苏念，我回来种核桃，不是因为我不行，是因为这棵树的根在这儿。你回你的文术馆，开你的会，写你的调研报告。我不争了，但你也没赢。你嘴硬，苏念，你信不信？等你那几棵核桃树结出果来。蒋瑶，省非遗中心的聘书是我自己辞的，不是被人挤掉的。你回去查一查，你那个并列第1的名额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转正？对了，庙会上别乱拍，你穿成这样站村口，不像是来调研的，倒像是来走秀的。
妈，核桃林我种回来了。妈走的那天晚上，兜里揣着这个。妈走的时候说：“念儿，总有一天会回来。”那天庙会上你扔的那双，妈后来掏出来了，洗干净了，跟这双放在一起。哥，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。他把锁赎回来以后，用红绳穿了，系在你脖子上。你知道吗？那根红绳是他结婚时候盖头布上拆下来的线。顾董事长，您说啥？清水村北坡那片灌溉渠我看了，水泥面全裂了。今年开春要是没水，300亩地全得旱。是裂了几年了，村里穷，修不起。我出钱修，勘探队下周进场，施工队我联系好了，工期2个月，赶在春灌前完工，不用村里出1分钱。顾董事长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替清水村300多口人。不用谢我，谢苏念。看见了吗？他在这里，比在顾家那栋大宅里活得像个人。刘婶儿，这龙土翻多深合适？榕树浅了不行，再往下翻一把。勇哥亲一个，勇哥亲一个，勇哥亲一个。去，一边去！哟，这针脚咋这么像桂兰的手艺？我纳的。哥，给嫂子的贺礼。这手艺快赶上妈了。哥，我把咱妈的手艺学回来了。收好。妹子，谢了。妹子，你包的啊？褶子捏的不好，头一回包成这样不错了。我第一次包饺子，煮出来全散了，我家里人喝了1碗饺子汤。妈，过年了。